随着特朗普赢得爱荷华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党内初选，以及最大竞争对手德桑蒂斯退出选举，并且呼吁支持者投票给特朗普，我们预计特朗普的参选权也不会被最高法院限制。他和拜登的终极 PK 将在今年9月展开。以各种民调支持度来看，特朗普遥遥领先，大概率在11月5日赢得大选，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距离现在差不多1年时间。今天我们来聊聊特朗普回归对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影响。大家回想一下，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市场担心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混乱无序的政策，市场几乎一致的观点是这将造成股债双杀。但这个担心其实在2017年并没有发生。特朗普全力推动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低到21%。2017年不仅美国股债双流，还带动全球市场狂欢。比纳斯达克涨得还多的是加密货币、恒生科技、中概股、恒生指数和新兴市场。有数据分析说2017年全球只有1%的可交易资产取得负回报，是1901年以来最好的一年。而现在特朗普的经济纲领的第一条就是要把企业所得税从21%进一步降到15%。单看这一条，股债市场都会受益。美国资本市场可能会在目前一飞冲天的情况下飞得更高。但是大家别忘了，它的经济纲领第2条是要向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关税，并且可能全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这可是要得罪整个地球的。2018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全球股债双杀，加密货币、恒生科技、上证、中概股、石油大跌，全球93%的资产取得负回报，是1901年以来最差的一年。麻烦的是在目前美国国债已经超过34万亿美元的情况下，把企业所得税从21%降低到15%也不是一个好主意。要知道，美国国债刚刚度过连跌39个月、回撤51%的艰难岁月。如果特朗普继续加大财政开支，同时又减税，那么债务规模将快速膨胀，美债收益率转跌为升，那样美国和全球更可能面临股债双雄。更麻烦的是特朗普积累了经验之后，这一次的行动可能更快。由于特朗普希望用增加的关税去弥补减少的企业税，他很可能先用总统特权增加关税，再推动国会降低企业税，这样资本市场的冲击就会来得更快更猛烈一些。不过大家也不用过早担心，10月大选开始前资本市场的焦点都是美联储降息，考虑的是降4次还是降更多。股债双流还会持续，大家可以点点关注，我们会及时提醒大家市场的转向。在分析特朗普上台后的市场反应上，我们可以或多或少从阿根廷新总统米莱的执政以及市场反应来得到启发。现在媒体习惯把米莱称为阿根廷特朗普，表面上看两人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彼此惺惺相惜。例如两人都主张降低税收，米莱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毒品和器官销售合法化，减少对持枪的限制，反对堕胎，这些和特朗普类似。但两人的立场其实有着本质的差别。在移民、贸易、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问题上，特朗普是坚定的反自由主义者，而米莱坚信自由意志主义。相比自由主义更加不接受政府在经济中的功能和角色，甚至要关掉央行。我是夏春，希望今天的分析对您观察世界和投资有参考价值，期待您的关注与转发。下期我们继续聊聊阿根廷为什么盛产经济学家却怎么也搞不好经济。